生处相思寸缕，情深不知从何而起。一步一句，日暮晨昏，却交付自己。何为爱，又为何期待？朝朝亮起。 若为有一人懂我倔强任情，坚守的只曾是你。若为有一人刻度飘摇风雨，流离的归处是你。若为有一人护我夙夜长宁，此生的安然是你。愿交付的背后，交我的双手是你。若能许下一世长愿，岁岁如寄。 玉茹妹妹，买胭脂呢？掌柜的，有男客在，怕是不妥吧？公子啊，我这是胭脂铺，您这一进来，我店里的客人……放心，耽误不了你做生意。今天店里所有的胭脂，我全都买。这……玉茹妹妹，有什么喜欢的胭脂你就挑，让你九思哥哥买给你。 公子说话注意分寸，我们家姑娘可是清清白白正经人家的闺秀。您这样，您这样，我怎么样？小丫头，你说说，我怎么样？顾公子，不知今日顾公子寻玉茹是做什么？但玉茹与您有云泥之别，向来没什么交集。 若是玉茹家人平日里有得罪的地方，还请顾公子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玉茹替他们向您道歉，烦请您今日不要再为难我了吧。别想他是装的，就是他心机重着呢。 玉茹妹妹，我可不是为难你，我是喜欢你。顾公子，切莫胡乱开玩笑。这可不是开玩笑啊！我对你一见钟情，再见倾心，今生今世，非情不娶。 公子，今日在叶府的事，我向你道歉，实属无奈之举。女子闺中名誉最是要紧，可即便如此，冒犯了公子，终归是我的不是。您今日已经戏弄了我一回，算是还我了，还请求顾公子饶过我一次吧。 哎，你不是说咱们家九思只要看上你了，你就去投湖自尽吗？是啊，人家现在都向你求亲了，时不待我啊，玉茹妹妹，护城河就在那儿，快去跳啊！跳啊！顾公子，一定要逼我跳了这河才肯罢休吗？ 要不这样，你就说一句“叶世安是大混蛋”，
不如顾九思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，才思敏捷，人品端正。这事就这么了了。叶公子，不如你玉树临风，英俊潇洒，英俊潇洒，不如你才思敏捷，人品端正，大点声。不如你人品端正。行了，走吧。哎，等等。诸位，每个人都拿盒胭脂吧，就当是我送的。谢谢顾公子啦，谢谢顾公子。这个吧。怎么，瞧不起你九思哥哥？你要是不拿呢，就是舍不得我花钱，心疼我，喜欢我。以后你要是嫁给叶世安，替我好好收拾他。这个小兔崽子，叶姑娘品貌一流，哎，她不同意也就算了，她居然跑到人家家里去丢人现眼。咱们急着给她定亲，你猜她自己怎么说？她说，婚姻大事要她自己做主，她要娶她中意的女子为妻，否则就卷铺盖浪迹天涯。你听听，这是什么混账话？九思说的也有道理，本来这就是他自己的婚事，总要娶一个心里喜欢的姑娘呀。咱们这么自作主张的帮他定亲，也确实不妥当。那什么妥当啊？去东都当驸马妥当吗？其大非偶，稍有不慎，这可是抄家灭族的祸事啊！这提亲的使者，怕是不日就到了，这可怎么是好？家主，夫人，咱家公子有意中人了。九思有意中人了？公子都说了，非那姑娘不娶。九思真说了这话？哪有假？亲口说的，好多人都听见了。那到底是哪家的姑娘呀？这，快去打探。是。原来是布衣商贾，柳家的嫡女。门第确实是低了一点，难怪九思不提呢。门第虽然稍低了些，但总归是清白人家。最要紧的，九思自己喜欢。谢天谢地，他整日在外放荡，我还以为会娶一个青楼女子回来呢。这样，明日我们就去提亲。
昨日之事，我和郎君已经听说了。夫人，我家大姑娘昨日在外失仪，得罪了贵府公子。我家老爷点账回来，一定会好好教训她。我先给夫人赔不是了。这是哪儿的话？我们今日登门是替小儿九思求娶柳大姑娘的。啊？坐下说吧。啊，这是我顾家下聘的礼单，赠西郊良田100亩，广陵东街铺面15座，宅院15座，朱湖渔庄7座，宝船画舫10艘，西域琉璃盏10对，和田羊脂玉如意10双。相反转交给柳家家主，请他过目。不过我们听说，贵府即将与叶家定亲，可有此事啊？哎呀，夫人，您误会了，是这样的，我家大姑娘呢和叶家姑娘那是闺中密友，所以自然和叶家走得近些。但是婚嫁之事全然未曾提起，那些呀都是谣言。若是我家家主点头，不知何日可以下聘啊？今日点头，明日便下聘。我们也希望越快越好。夫人，该不会是消遣我们家的吧？像顾家这样的高门大户，那岂是我们这样的人家能够高攀得上的？小儿九思心慕你家柳大姑娘，我们诚心上门求娶，还怕柳姑娘不愿意呢。哎呀，是这样啊！哦，那便是天赐良缘了。我们家玉茹呀，也经常说顾公子相貌堂堂，古道热肠，是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。柳姑娘真这么说的？当然了。玉茹啊，一直是对顾公子的才学、人品赞赏有加呢。那太好了。只是啊，嫁娶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诚心。我虽然是个庶母，但是一直把玉茹当成亲生女儿，就像手心里的肉一样。这些年来提亲求娶的人自是不在少数，但我觉得头等重要的事就是要把她许给一个有诚心的人家。我们自然是诚心上门求娶。这些聘礼对于寻常人家来说自是贵重的，但是顾家大富大贵，不过是9牛1毛而已吧，怕是看不出太多诚意来。那以你之见呢？我觉得良田100亩，店铺15间，少了一点儿，至少也应该良田120亩，店铺18间。哎呀，这样的话也显得我们家大姑娘有排场，这也是给你们顾家长脸不是？这个倒是好说。不过今日你家主不在，大夫人又生病了，我们还是明日再登门一趟吧。好，夫人，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我怕耽搁了，家主会责怪。这样，我现在就遣人去市舶司传个话，问一下家主的意思。市舶司离这里不远，等到夫人回到府里，怕是话已经传回来了。甚好。对了，柳姑娘的生母，你家大夫人的意思，也得问清楚。那是那是。今日我们先告辞了。夫人慢走。主子，市舶司点账那么严，不是递不进去话吗？你傻呀你，谁还真去问啊？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。等2盏茶的功夫，你就去回话，
说是老爷同意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小姐，怎么了？咱们家和顾家定亲了，要把小姐嫁给那顾九思呢。不可能！你说的什么梦话？是真的。月娘下令让小姐在房间里禁足，还说谁也不许透风给小姐。幸而去顾家传话的车夫是大夫人的陪嫁小厮，这才悄悄说了的。这顾家再有钱有势，也得讲名声啊！易老太太已经主意于我了，还让媒人来问过我的八字呢。你去岳府找玉妹妹，求她想想法子，说是易老太太能帮我说上一句话，也许还有转圜的余地。你快去啊！是。祖母，祖母，祖母，顾家要强娶玉茹姐姐，您快去救救她吧。祖母，您说句话呀！您不是也很喜欢玉茹姐姐吗？您不是也很想让玉茹姐姐嫁给哥哥吗？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去跳这个火坑。祖母啊，祖母啊！月儿，我们帮不了他。为什么帮不了他？顾家原本看中的是你，他不跳这个火坑，那你就要跳这个火坑。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跳这个火坑。我和玉茹姐姐心同手足，我不想让她替我去受这个苦。他聪明、坚韧，懂得谋算。就算是遇到什么逆境，他也能生生地趟出一条路来。可是，你行吗？孩子，你从小娇生惯养，你若是嫁给了纨绔子弟，你受得了那份苦，遭得起这份罪吗？就因为玉茹姐姐小时候过得很难，没有一个人能保护她，所以她现在坚韧、能干、懂谋算。可但凡有一个人能保护她，她不就跟我一样了吗？难道就因为她从小受惯了苦，这将来的苦就也该她受？这不公平，祖母。我宁可自己嫁到顾家去，我也不想让她替我受这个苦。孩子，你以为祖母没想过法子吗？凡事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。若是顾刘两家没过官府文书，我自然会去顾家分说清楚。可是来不及了，今儿一早，这桩婚事就过了官府文书。
无法挽回了。玉茹姐姐，祖母说，顾刘两家已经过了官府文书，她也没有法子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明明一切都是好好的，明明玉茹姐姐就要嫁给哥哥了。哥哥，对，玉茹姐姐，我现在就去写信给哥哥，让他赶快回来帮我们想办法。玉儿，现在木已成舟，告诉他，只是给他平添烦恼罢了。映红，好生送玉妹妹回府，我自己要好好想一想。去吧，玉茹姐姐，去吧。这一切，或许从一开始就是我痴心妄想罢了。大姑娘，大姑娘，出大事儿了！你父亲他被市舶司扣下，眼下已经推下牢里了。说是他年前运了几船布匹，却漏了税款，要严办。漏税，补上就是了。哎呀，你说的轻巧，这回不同，这回是节度使亲自点的名，说是缺漏的税款，要不然就要杀头，要不然就是100倍罚金。100倍罚金，你知道那是多少银子吗？100倍罚金，把家里的铺面、宅子、田地都卖了，就够缴。你疯了吗？都卖了，咱们这一大家子人吃什么喝什么？所以就要把我卖给顾家吗？大姑娘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你这是拿刀戳我心窝子吗？我一番苦心助你高价，怎么到了你这儿，倒成是我的不是了？况且，现在顾家已经下聘，你若不嫁，以后哪个正经人家敢娶一个被退了婚的女子？柳家的名声就毁了，你还会平白无故的连累你那些妹妹们。桂香，把门关上。快把咱们家的田契地契都找出来。是。娘，怎么了？柳家恐怕要遭难了。这几日，咱们先把这些值钱的东西变成银两，万一情况有变，咱们娘儿几个就离开扬州，绝对不能跟他们一起完蛋。好。小姐，真的要嫁给那个顾九思吗？现如今，我还有第2个选择吗？
家势大，哪怕是为了颜面，也不忍心让亲家待在牢里，给父亲免罪，就是顾家一句话的事儿。往后，柳家就平安了。那岂不是又让月姨娘称心如意了？真是可恨！她称心如意的，又何止这一桩？顾家那些丰厚的聘礼，她一心垂涎。等我嫁出去了，母亲还要在她手下生活，仰人鼻息。要想让母亲在柳家有所依傍，还是要求顾家把聘礼的铺子和田庄都记到我名下。小姐，可这样做会不会让顾家看不起啊？现下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。再说，万一顾九思没有外面传言的那么不堪呢？万一他愿意帮我呢？来，你去使唤一个信得过的下人，让他把这封信交到顾九思手上，记着，一定要让他亲自打开，再把我的意思告诉他。是。来，走一个，来。九思啊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说。顾公子，我家主人让我送封信给您，还让我带个话。你们家主人？谁呀？啊，我家主人说了，既然有心成为夫妻，就劳烦公子多护着他些。你是找错人了，还是拿我兄开心了？什么夫妻不夫妻？哦，原来是真的。什么意思？我听说啊，你家已经下聘礼了，马上要为你迎娶新妇进门了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谣言，原来是真的。我也听说了，但消息来得太突然，我没当真。是吧？我也是。既然是真的，那得恭喜你了啊，九思。你马上就要成亲了，我是真没料到啊！你居然是我们之间第一个成亲。是啊，人家柳大娘子在成亲之前写封提喜的信给我。柳大娘子？什么柳大娘子？还有谁啊？柳月如啊！哎，顾公子，帝妾。帝什么妾啊？哈，这种事儿也能答应？柳玉如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她。哎，公子。哎呦。跟上！绕了那么远的路，今天必须到达扬州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九思的婚事定下来哟，我这心里啊，就踏实了。顾朗华，你个糟老头子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逍遥。小兔崽子，你好几天不回家，回来就说这种混账话。我要成亲是怎么回事？柳大姑娘又是怎么回事？啊，你们背着我搞什么幺蛾子呀？不是，那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
你还真和梁王使者回东都不成啊？再说了，那柳姑娘不是你喜欢的吗？谁喜欢柳玉茹啊？我不喜欢你，不喜欢你，大庭广众之下说非她不娶。哎呦，我这那是句玩笑话。婚姻大事能开玩笑吗？哎，是你们擅自给我订婚的，反正我不娶柳玉茹，我要退婚。小兔崽子，聘礼已下，婚事已定，明天接亲的花轿就到柳家接人。你这时候退婚，你让人家姑娘怎么办？可让她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，那是毁她一辈子呀！家主，爹，不是，我和这个柳玉茹吧相看两厌，她瞧不上我，我也看不上她。我最讨厌的就是她这种假惺惺的人。况且，人家已经有心上人了，我们两个要是成亲，谁都不好受。我知道啊，你们这么着急是为了给我挡灾，可要是因为我拆散别人姻缘，这不好吧？哎，该怎么办呀？哎，我说退婚算了。你说的轻巧，且不说梁王那边怎么办，这件事儿已经3媒6聘，官府已经过了名目了，那是你说退就能退的。那您说怎么办？家主，家主，梁王使者来了，夫人请您去正厅商议要事。小兔崽子，我造的什么孽，我生了你这么个东西！看什么一惊一乍，这老头儿。什么？顾公子已有婚配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便也是不巧了，就在前2日，3媒6聘官府文书刚刚办妥，万没想到，使者今日莅临，这不就全岔开了吗？为公主提亲，那可是圣上点了头的。这事儿真有那么不巧吗？真就是这么不巧呀！小儿与心上人成婚一事，扬州城里无人不知，明日就要上门迎亲了。什么心上人？你们莫不是匆忙定亲，违抗圣命，糊弄圣上吧？我告诉你，若此事有半点欺瞒，那可是欺君之罪。这话说得好没道理。我顾家素来堂堂正正、忠义守法，方才所言句句为实。若有欺瞒，甘领罪责。我家家主来了，使者若不信，可以亲口问问他，小儿九思是不是也有心上人？是不是要成婚了？是，犬子明日大婚，使者一路舟车劳顿，明日留下喝几杯喜酒。我等翻山越岭，夙夜赶到扬州，还是晚了一步。婚礼之前，事务繁杂，使者稍坐，我去忙了。使者，请。哎，爹，怎么样？何时退婚？啊？
媳妇儿，您怎么来了？疼！你现在放手，我就原谅你。家主有令，公子别怪我。等晚上，我会拿着羊腿吃。有什么羊腿？关起来，严密看守。是。爹，你不能强迫我成亲吧？关起来，婚礼之前绝不能让他跑了。带走。是。顾老华，你个糟老头子，你言而无信你！等我出来的，我拿热水把你那些花全给你浇了。哎，走。小姐，小姐，怎么说？那个顾九思说，小姐脑子有病。有病？他才有病呢！这顾公子也太不靠谱了，这眼看都要成为夫妻了，还是这么不讲情义。不就是嫁给一个没有心肝的昏头纨绔吗？顾家就算是地狱，这条路我也要闭着眼把它趟平了。今天的天气这么好啊，真是大吉呀！是啊，这新娘子啊，一定是个有福的。对啊，一定是个有福之人。母亲不必挂怀，等我嫁到顾家以后，会好好经营家事，孝顺公婆，不会让母亲蒙羞的。使者，请稍坐，我去迎宾客。郎君，好生招呼着。夫人，您找我？九思呢？公子在屋里换喜服呢。这都换了半个时辰了，我亲自去叫他。哎，夫人，家主特意吩咐说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别让我们逼公子。回头一旦激他在席上说了什么混话，那岂不节外生枝？这是老爷的原话。请媳妇下轿。小姐，真热闹，怎么回事啊？心腹害羞，常有还不下轿？
请心腹下轿。玉茹不肯下轿，是不是不愿意嫁入顾家？若她不愿意，郎君，要不咱们就……荒谬！她不嫁，难道你想让他们再把我抓到牢里去？这吉时快到了吧？心腹已经到了，婚礼马上开始。新妇入门，吉祥福到。瓜瓞绵绵，耳昌耳智。同心同德，一世一家。吉时到，请新郎。新郎怎么不出来呢？别早死！吉时到，请新郎。阵阵依依，湖面倒映，你眼眸如镜。谁写信自己静静，陈窗棂明明好借风月形容你。你若有梦分我听，我愿静静一朝一夕同你行。哪怕是崇山峻岭，是孤帆远影，我都认定陪你寻。可见这风儿轻轻，云儿轻轻，轻轻换一身清静，轻轻让我的深情和你的身影轻轻地相依。看清这月儿明明，风儿轻轻，轻轻照我的情景，轻轻听我的愿景和你的愿意，轻轻地老去。可见这风儿轻轻，云儿轻轻，轻轻换一声轻轻，轻轻让我的深情和你的身影轻轻地相依。
轻轻掌我的情节，轻轻听我的愿景，和你的愿意，轻轻的。